扇玻璃把谁守着家人凭思念洒？看那岁月留下一抹晚霞，青丝变白发。雨雨泪下，回忆沙哑，转眼又一夏。笑颜滚烫脸颊，模糊妆纱，苍老了年华。那暴雨就快要狠狠地落下，我还在等待着你一个回答。就让那风再大，吹起了牵挂；就让那雨在下，洗尽了繁华。用一生换刹那，我不会再挣扎。如果爱需要代价，我无法接受路沿途多变化。我只怕一错过就咫尺天涯。用信念换约定，我将爱牢牢刻下。你好像不想看到我，这让我怀疑，你究竟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吗？要不是我力保你，你会被扣留起来，甚至有可能被驱逐出境。你希望我感激你吗？至少不是以仇恨的目光对着我。如果我被扣留，那也是拜你所赐，是你派人来跟踪我的，对吗？政治部不止我一个人在办事，前来逮捕当勇的是你的得力助手小高。我无需隐瞒，也从来就没掩饰过要逮捕当勇。而你应该很清楚，和当勇接触根本就不明智。我这次保得住你，不表示下一次也可以，所以不要再做这种蠢事了。蠢事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明知道洪当勇是什么身份，他是警方通缉的对象，也是这次暴乱的幕后策划人。你在见他之前，就应该先想想后果。你们尽管把我扣留起来吧，要不然就干脆把我给射杀，就像你们要射杀当勇一样。我查问过了，我的部下只是开枪警告，无意伤害当勇。没打中，就说是开枪警告；打中了，就说是意外。那就跟你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了。如果我的部下不开枪，也许早就死了。那些地下分子有枪，昨晚市区里还有手榴弹爆炸，那些人都是危险分子。你再跟他们纠缠不清，迟早连命都丢了。谢谢你的提醒，主任先生。你要去哪里？回去学校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替你向学校提出辞呈。你凭什么？凭我是你哥哥。你不是我哥哥。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堂哥，但你也不认曾经照顾过你、视你为女儿的石头叔和牙齿婶婶。爸，我把敏儿带回来了。叔，敏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叔，让你担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是敏儿吗？婶婶，敏儿，你要好好的。你父母之
只剩下你一个女儿了。灵儿，石头叔和你婶婶有些话，今天一定要跟你说清楚。婶婶，你先坐下来吧。叔，你有什么话，尽管说。你婶婶和我生了个不孝子，不，他已经不是我儿子了。他之前没心没肺鼓动你大伯工厂的工人罢工，已经天理不容。想不到他还不知道悔改，现在连你也要害。叔，当勇没害我，你不必替他说话了。我是个粗人，没读过书，大字不认识几个，可是我还是知道要怎么当个堂堂正正的人。他呢，白读了几年书。你大伯一家对我们洪家有恩，他不施报答就算了，还落井下石。爸，他现在可厉害了，有本事干的都是翻天覆地的大事。石头叔今天叫你答应我一件事，不要再跟那个不孝子在一起了。从今以后，不要管他的事。他是生是死，由得他去，与你无关。叔，你还年轻，婶婶和我还希望你可以早点找个好对象，生儿育女，相夫教子，这样我们才对得起你去世的父母亲啊，你明白吗？女儿，你就听话啊！我不能。我说过，我会等当勇，无论要等多久，我都会等。不行！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婶婶和我100年后要怎么面对你父亲、你娘娘？女儿，你听话，跟当勇断了吧。石头叔也求你，听话。我要跟那个不孝子在一起了，他会毁一生的。叔，婶婶，你们别这样，我答应你，答应你们出事了。1957年3月，林有福带领新加坡第2支各政党宪制谈判代表团前往伦敦。这一次，代表团和英国政府达致新加坡自治协定，除了外交和国防由英国掌管，新加坡也将和英国联合负责内部安全事务。林有福回国后宣布，
新加坡将于1959年举行大选。明慧，明慧，你在哪里啊？明慧，明慧，快来跟我一起庆祝啊！明慧，庆祝我们自治了，新加坡自治了，新加坡终于自治了！明慧，明慧，快来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！哈哈。英国那边传来消息，林有福带领的各政党、宪制谈判代表团和英国政府达成自治协议了。我们终于成功的从英国人的手中争取到自治权了。虽然外交和防务还是操纵在英国人的手里，但是内部事务全都完全自治了。自治距离独立只有一步之遥，我们很快就能摆脱殖民统治了。明慧，你现在应该了解我们为什么要采取强硬的立场了吧？如果我们让那些地下颠覆分子得逞，今天就不可能取得自治，更别说迈向独立之路了。所以，对他们强硬是必须，而且是唯一的手段，你说对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？明慧，你看我，看着我，我是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啊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跟我说？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可是却好像两个陌生人一样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明慧，明慧，明慧，我很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明慧，我求求你，你就跟我说一句话好不好？就一句话，好不好？明慧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听说有人就是上班下班，上班下班，每天如此过日子，哪都不去。你这样自我封闭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我哪有自我封闭，只是什么都提不起兴致罢了。你看你年纪轻轻的，却一副老气横秋、死气沉沉的样子。明慧，你哥有没有给你写信？没有。他离开都快半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宁儿，你不是答应过我爸妈，要忘了我哥吗？我知道，当爸妈要你离开我哥的时候，你的心比谁都痛。但是，他们真的是为了你好，
我知道，我一点都不怪他们。我了解我哥，他不会想要你等他的，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。所以不要再想他了。有些事，有些人，不是你想忘就忘得了的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香又白人人夸。让我来把你摘下，送给别人家。茉莉花，茉莉花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香又白人人夸。一起唱吧。不行，我很久没唱了。怎么不行？你以前可是歌咏队的，而且还是唱得最好的。来吧，一起唱吧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香又白人人夸。让我来把你摘下，送给别人家。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来唱唱歌吧。老是把自己困在愁云惨雾中，总有一天你会崩溃的。有些歌很久没唱了，现在重新唱起，让我想起那些流失的少年岁月。那时候真的是无忧无虑，每天都那么开心。但是很快战火就烧到这里来了，然后一切都变了。很多人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战后，大家突然觉醒，再也不相信英国人能保护我们。大家积极投入争取独立的运动中。我也是曾经热火朝天，参与一次又一次的斗争。但是，我有时候会茫然，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眼前的路越来越模糊了。哎，大哥早。早。去哪里找像你那么好的护士啊？病人说要喝糖水，你就帮他们买，还不收他们的钱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收他们的钱？你有一个病人是我的顾客，他跟我说的。你心地那么好，老天一定会保佑你，早日生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哼，我走了。人家生不生孩子，关你屁事。下次带你老公一起来喝糖水吧。嗯。
连一声招呼都不打，需要这么绝吗？喂，你看够没有啊？那是人家的老婆哎。人家的老婆会怎么样啊？我爱看谁就看谁，需要挑日子，还要申请批准吗？好大的口气啊！是，我知道。现在自从你当上小鱼堂的堂主后，威风得很。梁四海干的事你照干，他没干的事你也干了。我干了什么事啊？反正就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啦。哎，我是流氓，不干伤天害理的事，难道还要造福人群啊？是，所以呢，连逼良为娼这种断子绝孙的事你也干得出？哇，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毒啊？骂我就算了，还做我断子绝孙。谁叫你逼人家清清白白的姑娘去卖身啊？喂，你的糖水可以乱煮，话可别乱说啊！我开妓院是真的，可是那些女人全都是自愿。我什么时候逼过那些姑娘去卖身啊？你不是逼木屐叔卖了他女儿阿凤吗？他在我赌馆输了整千块，还抽了半年的鸦片，1分钱都没给，说要卖他的女儿来抵债，吓他都不行吗？你好下不下，拿这种东西来吓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整条街都在骂你啊？骂就骂，我胡家是流氓啊！我怕他们骂的话，我就不当流氓了。又不当流氓会死是不是啊？我当不当流氓关你屁事啊！你卖糖水就卖你的糖水，那么多管闲事。人家生不生儿子，你也要管。我最讨厌这种三姑六婆啊！我三姑六婆，你才不是男人呢！人家不理你，你就把气出在我身上。干嘛？想打我啊？你交保护费了没有？你跟我收保护费？就算是英女王在这里摆摊子，都要给我交保护费，更何况是你啊！好，保护费是吗？想砸？你砸，你有种你就砸！这是我档口啊！不要砸！大哥，让他砸，他有胆就把他给全砸了！不要啊！不要！你活该！恩有恶报！哎呀，档口啊，你这好好的一个档口就这样被砸了，好不容易存的一点棺材本，现在全都得赔进去。大流氓就是大流氓，别说砸了我们的档口啊，就是把你活活打死，他都干得出来。我说到口水都干了，叫你不要跟这个大流氓来往，你就是不信。现在你亲眼看到了，信啦。你嫁鸡嫁狗啊，都不可以嫁给胡家这个大流氓。就算你肯嫁，你说他会要吗？他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是眼界挺高的，他是不会要你这个卖糖水的。之前介绍给你那个当铺的小开，你说人家傻不肯嫁，那就算了。之后那个大头家，你又说他有风流病，又不肯嫁，那也就算了。这个是正正经经的人家，在洋行当财富，每个月的薪水足够你过上好日子的。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妈，人丁单薄，日子还不容易过，嫁给他有什么不好啊？而且你们生辰八字又那么相配，你这次错过了，就算敲锣打鼓也找不到了。嫁就嫁。啊？我说我嫁。你是不是认真的？你不要今天说嫁，明天又反悔。我这张老脸真的不用再见人了。爸，你放心，这次
我不会再改变主意了。你不要回去送死好不好？你不要回去送死，我不要看到你死，我不要看到你死啊！老王，老王，醒来！嘉哥，什么事啊？街头那塘水缸被我砸烂了，你帮我去修吧。哦，知道了，明天我就去修。现在，明天开档前一定得修好。啊，哎，嘉哥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现在几点了？嘉哥，不是钱的问题，这个时候我要到哪里去找人手啊？哎，我帮你。你真的是狮子开大口，修理一个小小档口要这么多钱，不如去抢啊！好了啦，不砸都已经砸了，说那么多有什么用？都是你呀、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要跟胡家这个大流氓来往，你就是不听，现在连档口都没了。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啊？你们来了，这是你们的新档口啊！新档口？我可没有钱给你的啊！不用，真的不用，那太好了。糖水妹刚好来得及给你们开档，哎，全都是新的。大流氓叫你们做的？是啊。叫人把档口拆走，东西也拿走。我们不要领他的情，我们自己的档口，我们自己解决。你嫌钱多啊？什么不领他的情啊？这档口是他砸烂的，他就应该赔给我们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！我说不要就不要。好。大炮，拆走，东西也拿走。糖水妹，你不要这样。昨晚嘉哥和木工师傅忙了一个晚上，脚还被铁钉插伤了，肿得像猪肚一样。哇！哇，被烂铁钉插到，比被砍一刀还痛。哇！谁啊？我开门。哇！哇！你的脸怎么好像芝麻糊一样黑啊？我不是赔了个新档口给你了吗？我知道你现在是一帮之主，有钱有势。你别常常提这个行不行啊？你以为我很想当帮主吗？我也没得选择啊！自从那个白狗当上七宗门的堂主后，常常找我们麻烦，除了我，还有谁可以对付那只疯狗啊？你最厉害嘛，天下无敌，水以争锋嘛。喂，你骂够了没有啊？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懒得骂你了。哇，我真的是要买甘蔗拜天公啊，谢天谢地啦！你不来骂我，来干什么？还你钱。
你有欠我钱吗？修档口的钱。神经病啊！我砸烂你的档口，赔你一个新的是应该的。谁要你的钱啊？拿回去。我不稀罕你赔了。喂，哇！哇，这，你疯了！脚肿成这样子，还不要去医院？哎，不用，我敷了铁钉草，过2天就好了。过2天就躺在棺材里面了啦！哇，你的嘴巴怎么这么臭啊？你的皮比鳄鱼皮还要硬，平时被刀砍都不会叫的，现在就哎呀叫成这个样子，还跟我说没事。不行，我去叫车。哇，叫车去哪里啊？去赤峰啊？去医院啦！护士只是要跟他打1支针而已，他就刮里刮掉，死都不让人家打，真是气死人了。这边，哎呦，都让你啦，让小孩子打针都没有这么麻烦呐。不打就不麻烦了，是不是啊？西体，让我来吧。糖水妹，这么多事干什么？你叫她来，我一样不打。你丢不丢脸啊你？打1支针也搞得人家鸡飞狗走的，因为护士那么空闲，伺候你一个人。我只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罢了吧。被一根小小的铁钉钉到，涂点药就行了嘛，干嘛要打针啊？杂货店的程叔就是被铁钉插死的。糖水妹说的没错，别小看小铁钉，它能夺人命。还有，在医院医生最大，如果他说你需要打针，你就得打。听到没有？打就打，干嘛这么大声啊？放松。我已经放松了，我的肌肉本来就是这么结实。哎，你不打了？打完了。打完了？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医生要他留院观察，不准让他出院。不知不觉就打了下去，这小护士还真有2下。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的钱拿回去。这还对不起你，洋洋，这还对不起，洋洋，这还对不起你，洋洋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我知道，你梦见你娘娘了。你很想她吧？有事。吃点东西吧，小心。洪明慧，你终于良心发现了。是吗？你之前不是不理我的吗？看见我连招呼也不打。你现在是病人。也就是说，我一踏出医院，你又再把我当成是陌生人一样对待啊？这不是你所希望的吗？我没法办到。我真的很想把你当成是陌生人一样对待，可是我真的办不到。
所以以后你不要不再理我了，好吗？叹什么气呀？做人有那么辛苦吗？即使结了婚又怎么样？结了婚就要跟全世界断绝关系啊！谁叫你说那种话？我说什么话？哦，我说我喜欢你啊！小声一点啊！可是我真的是喜欢你，说出来也有错吗？我如果还没结婚就没错，我结婚了就有错。好，我不说就是了。那你以后不会再避开我了吧？这也不行啊！你刚才说的没错，做人真的那么辛苦吗？为什么就不能和你姐姐相认？为什么就不能告诉大家你的真正身份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是担心我姐他们的安全。那你就不担心我的安全吗？我当然担心你的安全啊，可是我就是想要见你，即使会给你带来危险，我也想要见你，想要跟你说话，想要听你的声音，想看见你笑。我知道以后要怎么见到你了，怎么让你理我。就是给铁钉插，给铁钉插就可以看见你了。胡闹！我是认真的啊，反正你打针又不痛的。我打针也可以很痛的。我才不信。要不要试试看？哦。好，我马上拿一支最粗的针帮你打。喂喂，他该不会是认真的吧 How do you do? How do you do? I am fine, thank you. I am fine, thank you. I am learning English. I am learning English. 下一句 This is my family. This is my family. 下一句 She is my sister. She is my sister. 你一定很惊讶吧？说真的，看到你出现在这里是挺惊讶的。对了，你怎么会想到来这里帮忙？你说的对，我不能天天过着上班下班、坐困愁城的日子，要不然我很快就会变小老人了。这么迟才回来，连周末都一大早就出门，我能知道你在忙什么吗？虽然我们是有名无实的夫妻，但是你总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吧？又去参加活动了是吗？你宁可把时间和精神奉献给别人，却吝啬于施舍一点给自己的丈夫吗？你以为你一言不发就可以打发我吗？是谁答应婚后将停止参与活动？是谁承诺将全心全意支持我的事业和目标？你答应的事，还有你的承诺，原来是那么不堪一击的吗？你说话，说啊！你是无言以对，还是不屑于回答我？你的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丈夫啊？请你放开我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动你，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女人。
张主任，这次我们能顺利取得市区的那块地皮，全靠你鼎力相助啊！来，感激感激。别这么说，为民服务是我的职责。张主任，我们先预祝你在12月的市议会选举中旗开得胜，凯旋而归。有张主任在，我们这些商家可就放心了。所以，我们一定会鼎力支持你出任部长。你们太看得起我了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杨老板、刘老板，你们好吗？哎，来，这是都来了。露露，快到那边坐。好啊。来，坐这里。这位老板是第一次来吗？贵姓啊？露露，你是有眼不识泰山啊！这位张主任可是政府高官，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青年才俊。张主任可是我们今晚的贵宾，你可要好好的伺候他。求之不得。张主任年轻英俊，我能伺候他，那是三生有幸。哎，这样不是便宜了你？你可别如狼似虎，把我们的张主任给吓坏了。张主任，你看，他们欺负我。好，那我就帮你罚他们3杯。哎，都该罚，该罚。侯明慧，你给我出来啊！侯明慧，侯明慧，你给我出来啊！你再不出来，我就把你的门给拆了。侯明慧，你出来啊！侯明慧，你给我出来啊！侯明慧，请你不要吵到邻居。我管他什么邻居啊！我是什么人啊？谁敢惹我，我一个不留的抓起来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今晚玩得很开心啊！我认识一个女子，她叫方露露，她既年轻又漂亮，最重要的是，她不假扮清高，不扭捏作态，她大方又热情，把我给融化了。我告诉你这件事，是要让你知道，是你逼我的。还有这个，这是人家感谢我、酬谢我的。我有女人，有钱，我什么都不缺。你就算不理我，我也什么都不缺，什么都不缺。你收受贿赂！你收受贿赂！小屋包窗纱，迎来了晚霞。眼看夕阳正要躺下，吩咐泪抹吧，默契都散洒，还望手帕带我穿搭。采朵小黄花，放飞如水呀，自身远处为爱守家。如诗的年华，乱之中太奢华，谁太奢华？谁执手帕换一袭马？